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，这本书由甲本伯明撰写，名为《人在孤独的时候会磨练自己》。一提到孤独，你们会想到怎样的场景呢？或许很多人都会联想到这样的负面形象：没有依靠的家人，没有亲密的朋友，没有心爱的伴侣。确实，当感受到孤独时，会感到寂寞和痛苦。但事实上，孤独也有其积极的一面。比如，美国伟大的发明家托马斯·爱迪生曾说过：“最伟大的思考发生在孤独中，而最糟糕的思考则发生在混乱之中。”挪威剧作家恩里克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强大的人是孤独的人。”而日本艺术家冈本太郎则说：“孤独也可以是充实的，这才是人生。”许多留名于历史的伟人，并不会对孤独抱持负面情绪，相反，正是因为孤独，他们才能够与自己对话，尽情享受自由。如果你在努力逃避孤独，沉迷于网上寻求虚拟的联系，那么你可能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。如果你有一丝自我觉悟，那么这本书可能会让你珍惜属于自己的那份独处时光，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那些无法将手机离手的人。希望通过这段视频，一起学会面对自己，找到真正与自己对话的契机。本书我要向大家解说的内容包含以下2点：一，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的人通常是最无能的；二，越是喜欢凑热闹、张扬的人，内心就越脆弱。享受孤独的4个重要技巧，这2个主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最后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第1章。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的人通常是最无能的。美国有一个词叫做 FOMO， 即恐惧错过的缩写，翻译成中文就是害怕错过。也许你们当中有很多人经常关注着 Twitter 或 Instagram 上的朋友和名人，想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发布了什么样的照片或视频，不是吗？早上醒来就看手机，边吃饭边看手机，上下班路上也看手机，甚至把手机带进浴室，在晚上睡觉之前一直在手机上检查社交媒体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当收到 LINE 的短信时，看不到表情，也听不到声音，就得猜测对方发消息的心情和意图。我们必须仔细解读对方的回应，以确保不会误解对方的意思。因此，我们会谨慎地选择用词。许多人都沉迷于手机屏幕，一心一意地关注着与他人的联系，这种现象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。但是成年人也并没有改变这种趋势，不论是在电车上还是在街头，总能看到大量盯着手机的人，这令人感到惊讶。或许我表达的有些误解了，但我并不是要否定所有的社交媒体和通讯工具，我也会使用 SNS 作为信息收集和发布的工具，并且我认为并不需要完全停止使用。然而，作者提出的警告是因为人们花费在通过手机与他人交流的时间过长，导致了个人独处思考的时间和投入有意义活动的时间明显减少。例如，与一段时间以前相比，人们读书的数量显著减少了。根据某些数据，美国大学生在4年大学期间平均读400本书，而日本大学生只读了40本书。根据大学生活合作社的年度调查，2018年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表示每天平均读书时间为0。换句话说，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根本就不读书了。阅读对于获取知识、培养阅读能力、思考能力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学习方式。当然，不仅在学生时代，在成年之后，通过阅读也可以增加知识修养，成为一个深思熟虑的人。然而，现代社会已经有很多人不能阅读超过几行的文章了。Twitter 的字数限制是140个字符，但很多人已经觉得这已经是满满的了。如果超过这个长度，就无法集中注意力，觉得太麻烦，就无法阅读了。虽然书籍阅读减少只是一个例子，但我们显然过度依赖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网络媒体的信息。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只要在网上搜索，通常都能找到答案。在各种领域，如果不想读复杂的书籍，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，有很多简单易懂的视频解说。当然，
轻松获取信息的确是方便的，但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用来思考问题的时间。凭借着网络上他人提供的答案，我们自己无法得出任何答案。这样下去，我们的个性会逐渐消失，我们的生活也只是被别人准备好的答案所左右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才能培养自己的思考力和创造力，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呢？答案是需要改变我们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。换句话说，减少与他人交往的时间，珍惜独处的时间。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，现在与人联系变得非常容易，有超过1万个关注者，或者有超过1000个赞，与名人互相关注的关系，这些都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。但是，仅仅因为能够与这么多人联系，就觉得自己的价值提高了吗？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例如，有些人会自吹自擂地说，我有不良少年的朋友，或者我其实和那个企业家有点熟。这样自夸的人真是令人尴尬。不论自己的实力与此有何关系，仅仅因为这些事情而自吹自擂，只会显得可笑。但自夸的人却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可笑之处。在网络上拥有许多人脉，与某些人联系紧密，得到许多赞。这些自吹自擂，其实大多数时候只是自我满足罢了。然而，没有努力学习，不读书，也没有自己去经历过任何事情，只是不停地在手机上点点点，增加了浅薄的网络人脉，也许短暂的孤独感会变得淡去，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却完全没有提高。网络上的联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性质大不相同。例如，在网上可以轻松地与数百人进行交流，但在现实世界中，同时与几十人甚至几百人保持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此外，在选择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方式方面，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。在现实世界中，无法像在网络上那样只选择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往，无论是否与其价值观相符，都必须努力与他人相处。自然，人际关系会带来很多压力，但正是因为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交往，我们有机会了解到自己意识不到的思维方式，意识到自己的视野狭窄和思考方式的单一性，从而拓宽自己的价值观。另一方面，在网络上建立的关系往往是类似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形成具有相似价值观的群体，经常形成排他性的社群。举例来说，政治上，拥有保守思想的人往往只关注拥有相同保守思想的人，结果就是他们眼中只会看到保守主义是正确的，自由主义是错误的信息，这样他们的世界观就会越来越向保守主义倾斜，他们的世界就会被保守主义的观点所充斥，甚至连接触自由主义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当然，政治立场因人而异，是个人自由的选择，但重要的是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变得极端狭窄，只相信自己狭小的世界观是正确的，而且这种认知对立和争执将永远存在。因此，人们也无法客观地审视自己，有时候甚至会陷入人生的困境中。最终，无论在网络上建立的联系人数有多少，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表面上的关系，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另一方面，虽然会觉得有一个舒适的空间，但实际上只是一群持有相似价值观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很少会有新的认知和发现。当然，整天沉迷于网络，通过 SNS 或 LINE 等社交工具寻求与他人的联系，并不是完全无用的。但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即使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了广泛但浅薄的人际关系，却没有能力在紧急情况下依靠可信赖的关系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在利用网络展现自己、追踪朋友信息、增加关注和点赞的同时，首先应该是不断提升自己，真正加深与可以信任的人之间的关系。现在让我来介绍一项有趣的心理学实验，这是美国心理学家邓宁克鲁格进行的一项非常著名的实验，关于人类能力的自我评价。实验的详细内容就不多说了，我们只介绍结果。根据邓宁克鲁格的实验，处于幽默能力测试的底部12%的人，将自己的幽默能力评价为平均水平的58%，而表现最优秀的顶尖群体，则没有像底部群体那样高估自己的能力。相反，他们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幽默能力。
这项实验也适用于逻辑推理能力。结果表明，能力较低的人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，而能力较高的人则更容易低估自己的能力。简单来说，过分夸大自己的人往往实际能力不足，这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的原理。也许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觉，无论是在学习、运动还是工作中，真正有能力的人从不需要刻意炫耀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。相反，能力不足的人往往口若悬河，但实际上，当真正揭开了锅盖，却发现自己并没有留下多少成绩。为了掩盖自己实力不足的事实，他们会用言辞吹嘘，试图让自己显得更加强大。为什么要在这里介绍邓宁克鲁格效应呢？因为在以 SNS 为中心的网络上，充斥着大量实力不足的人的炫耀行为。他们可能会自信满满地分享一些表面的信息，但实际内容却十分浅薄，缺乏知识和思考深度。你难道不觉得这种人非常多吗？在工作场合，有些人可能会专业地发表一些信息，或者自信满满地展示一些有趣的素材，以展示自己的能力。在 SNS 上，有些人会努力修饰连锁咖啡馆的菜肴或饮料照片，或者上传旅行途中拍摄的视频，试图展现出自己生活的充实。这些都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们没有取得成果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认可需求没有得到满足，他们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，因此在网络上向广大群众发布信息。如果是为了满足平时无法得到的自我认可需求而使用 SNS， 那还可以理解。但是如果整天沉迷于网络，通过与他人之间浅薄的联系获得虚假的安慰，那你不觉得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吗？这样的行为毫无意义，却又让你无限沉迷其中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第二章。与其在网络上追随朋友的信息，增加关注者数量或获得点赞，不如专注于拓展与真正可以相互信任的人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，这样的关系才更有意义。我们将探讨如何不惧孤独，珍惜自己的时间。首先要脱离对他人的依赖，充实自己的独处时光。有4个重要的技巧。首先是摆脱连接的依赖。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纽带固然重要，但随着社交媒体和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，过度连接他人的弊端也显而易见。比如，即使回到家已经一个人，却无法放下手机，被 SNS 和 Line 牵扯，无法享受独处的时光；或者在观看电影或运动的时候，却忍不住想要查看手机上的社交平台，睡前惯性的浏览朋友的动态。也许你也有类似的经历。这种不必要的连接不仅局限于网络，比如在工作中，周围的人都在忙碌，但自己却一个人提前离开，或者不断的加班直到很晚，又或者频繁的去喝酒，这些都是连接依赖的例子。当我们过度依赖他人的联系时，就会变得害怕做与周围不同的事情，害怕独自面对环境，不知道会被说些什么而心神不宁。这样一来，就会失去自己的信念，无法坚定的行动，总是被周围的人左右，无法坚持自己的观点。那么要如何摆脱连接的依赖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果断的停止使用社交网络，冷静的思考一下 ，SNS 对你来说真的是必要的吗？你认为花费自己珍贵的时间来不断的在意社交网络真的值得吗？实际上，当你停止使用 SNS 时，你会发现自己能够更仔细地品味美食，更悠闲地欣赏电影或阅读书籍，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也会增加。你会重新拥有自己的生活。如果突然停止使用 SNS 并断绝与人的联系让你感到害怕，那么你可以逐渐尝试在特定的时间段不触碰手机，比如晚上睡觉前或周末尽量不使用手机。有些公司甚至推出了不使用手机就能获得奖励的制度。比如，有些公司为鼓励员工专注工作，推出了奖励金制度，奖励那些不使用手机、不玩游戏的人，每月给予5000日元的奖励金。这种制度实施2年后，公司一半的员工申请参加，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阅读书籍和报纸，也增加了关于新闻和书籍内容的讨论。为了重新获得专注于眼前事物的平静心态
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爱好上，都要专注于深入思考。为了重拾那些理所当然的时间，首先要控制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使用，逐步开始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谈第二个技巧：远离群体。有些人炫耀自己拥有很多朋友，或者自吹自擂自己在网络上的影响力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些人往往缺乏自信。他们在群体中表现得很自信，但独自一人时却显得胆怯。对于那些感到没有依靠时就感到不安的人来说，他们知道在群体中的人是弱者，同时也了解到能够独立行动的人是强者。正是因为了解到能够独立行动的人的强大之处，他们才会贬低他人，并显示出强大的姿态。当我们独处时，总会面对自己，面对自己的脆弱，往往会让人感到恐惧，因为那时我们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弱点。为了避免这一刻的到来，我们会更加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。与他人在一起时，我们可以不必面对自己不受欢迎的一面，因此我们会不自觉地行动，以确保自己始终处于群体之中。与此相反，有自信的人不会害怕面对自己，只要相信自己是正确的，即使是独自一人，也不会感到恐惧。有一种群体心理现象称为风险转移，它指的是在群体中人们更容易做出冒险的决策。大家常说，红灯过马路不可怕，只要大家一起过。这说明在群体中，人们往往会做出更大胆的决定和行动，因为他们在一起时会感到更有勇气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，会发现群体中和独处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。虽然在群体中我们会变得更加大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有所改变。在群体中，我们会失去独处时的冷静和谨慎，容易做出浅薄的选择和行动。要提高工作质量，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不断地与他人群集在一起，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独自冷静、谨慎地思考。要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就需要在独处时拼命努力。我们人类在不安的时候会变得拼命，而在心气大的时候则不容易变得拼命。因此，总是误以为自己因为总是在人群中而变得大胆的人们，注定会一直停滞不前，永远不会改变。有时候，当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候，我们的责任会变得更加清晰，我们会拼命地去努力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看第三点，从一个人是不酷的这种价值观中解脱出来。有些人虽然说着和别人在一起会感到累，却又无法安静的独处，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群体依赖的典型例子。由于内心缺乏真正的联系，他们会感到孤独和不安，因为他们总是和那些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在一起。所以虽然可以和他们一起打打闹闹，聊聊笑笑，但却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坦诚交流的朋友。或许你也有这样的烦恼和不安吧？试图用数量来掩盖浅薄的联系是徒劳无益的。就算在网络上有成百上千，甚至上万的浅薄联系，也不会成为心灵上的纽带。稍微想象一下，你就会明白，哪怕有再多的浅薄联系，但在紧急时刻却毫无帮助。就算是你在社交网络上关注的人，或者是你认识面孔的人遇到了困境，你也不会真心的牺牲自己去帮助他们，对吧？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个冷漠的人，只是浅薄的联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。拥有再多的无意义联系，也不会孕育出真正的纽带。正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容易建立联系的社会，所以更重要的不是增加联系，而是精简联系。如今很多人潜意识里都认为一个人是不酷的，比如说，一个人去学校食堂吃饭被视为不好意思，没有朋友，是个孤独的家伙。所以很多人宁愿买便当，也不愿意被人看见自己一个人在教室或者校园的长凳上吃饭，怕别人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人。于是他们选择在厕所的隔间里吃便当，以免被人看见。尽管这个话题经常聚焦在没有朋友的问题上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潜意识里认为一个人是不酷的这种价值观。其实一个人没什么问题，但在现实中，很多人都害怕被贴上孤独怪、社交障碍者的标签，所以大部分人会无意识地跟着群体行动。比如在学校或者公司，如今大家都有很多群组，
通过 LINE、社交网络、群聊等方式连接在一起。无疑，这些工具有助于进行办公通讯，但更深层次的是对孤立的恐惧。大家都极度害怕被排斥、孤立，所以无意识地追求团体行动，即使不参与群聊的对话，只是在群组中存在，也能获得一种安全感。但你觉得这样的伙伴关系是否令人满足呢？我觉得绝对不会，尤其是因为没有建立深厚的关系，所以很难建立起信任关系，对吧？尽管觉得参与群组聊天很烦，但又害怕退出群组，这种矛盾其实就是对独处的恐惧。那么，如何改变认为独处是不好的、奇怪的、可怕的价值观呢？关键在于意识改革。通过前面的解释，你或许已经意识到了群体行为的心理弱点以及独立行动的自律强度，对吧？事实上，那些总是依赖群体行动的人反而显得不酷、软弱，而那些缺乏自信、不能独立行动的人才更加令人担忧。当这种情绪增强时，你会觉得独自行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因为你可以凭借自己的想法和判断行动。拥有独处的时间会加深思考，也会让人变得更加深刻。一个在独处时胆怯的人和一个在独处时不受外界干扰、泰然自若的人，哪一个更酷？明显是一目了然的，对吧？最后，让我们来谈谈第4点，即勇敢地展现自己。在建立人际关系时，展现自己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。无论开玩笑还是表面的闲聊，再怎么热闹，都无法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。当然，展现真实想法会让人感到不安，担心自己的想法得不到理解，会被问及时如何回答，担心不被理解，这种担忧是很自然的。但是大胆地展现自己，你会发现意外的会得到积极的回应，对方也会敞开心扉，向你展现真实想法，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纽带。一旦建立起信任关系，即使对方不在身边，你也能安心地享受独处的时光，因为知道有人理解你。这种思想会驱散你的不安。珍惜孤独的时光，并不等同于完全独自一人。没有爱，没有友情，没有信任的孤独是寂寞而痛苦的。试图通过追求无数的表面联系来分散这种寂寞和痛苦，只会加剧我们的内心孤独和不安。但珍惜孤独的时光，正是因为有真正的爱、友情和信任等真正的纽带，我们才不需要追求表面的连接或依赖他人，也能安心地享受独处的时光。无论是独自一人还是有人相伴，勇敢地展现自己，找到那些能够真诚对待你的人，在那个时候，你一定能够真正的放心地享受孤独的时光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